欧洲最强陆军国家的头衔要易主了。波兰表示，大家以后谈论欧洲国家军事实力的时候，就不要再提英法德了，谢谢，这些国家给老子提鞋都不配。2023年4月11日，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华盛顿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会面。在会面中，莫拉维茨基表示，波兰计划在今后几年打造出欧洲最强陆军，并且将成为俄乌战争以后的新欧洲领袖国家。如果换作是别的国家讲出这番慷慨激昂的措辞，恐怕要被嘲笑做梦没睡醒。但波兰却不一样，这个国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升军事实力。近几年其军费不断上涨，2016年为94亿美金，到2020年上涨到120亿美金。俄乌开战后，波兰更是在军费暴涨速度上油门踩死，加快扩军备战的力度，可以说是该国自二战结束以后最大规模的军备扩充计划。拉维茨基表示，他在2年内将波兰的军事预算翻了1倍，目前波兰已经将国内 GDP 的 4% 用于国防军事，这个速度比2021年制定的国土防御法案计划还要快。根据该项法案，2023年波兰国防预算将达到 3%， 但实际上2023年才过去了不到1/3，波兰军费就已经达到了 4%， 这是北约对其成员国要求的2倍。北约在2014年的峰会上商定了 2% 的国防支出门槛，但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国家不能兑现。截止到2023年，仅有9个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预算占比超过 2%， 最高的是希腊的 3.82%， 其次是美国的 3.52%。如今波兰一跃成为北约军费开支占比最高的国家。那么波兰将军费比例拉得如此之高，那么多钱究竟花在哪儿了呢？答案自然是购买武器装备和新建兵工厂上了。之前火力军就在节目中提到过，波兰一口气就购买了486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今年2月7日，这笔军售案被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总金额高达100亿美金，其中有18套是包含 M1078 卡车底盘的完整系统，其余468个则是单独的发射器装载模块套件。这些发射器将安装在波兰国产的 ELCZ 卡车底盘上。我们把时间线拉得再长一点，早在俄乌战争开始前，波兰就大手笔采购武器装备了。从2020年耗资45亿美金采购32架 F-35A 战机开始，波兰用于武器采购的资金每年都会上一个台阶。2021年以 47.5 亿美金的总价，从美国采购了250辆 M1V2 SEP V3 坦克及其辅助车辆。2022年以145亿美金的总价，从韩国采购了980辆 K2 坦克、460门 K9A2 自行火炮以及288辆 K239 火箭炮。今年则是以100亿美金的总价采购将近500套海马斯火箭炮，以及采购1400辆本国自产的欢式步兵战车，更别提爱国者系统、黑鹰直升机、3.1型护卫舰这些零零碎碎的装备。总体算下来，波兰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武器装备就花费了近1000亿美金。刨去美国这个怪物不谈，单就常规军事实力而言，波兰已经能够坐稳北约最强陆军的宝座。像英国、法国这种老牌强国也就靠核武撑场面了，德国、意大利就更别提了，已经被波兰甩得连车尾灯都看不见。其实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波兰陆军的实力在欧洲也绝不算是弱的，正规军有接近12万人，预备役10万人，外加国土防卫部队 3.5 万人。这个国土防卫部队比较特殊，创立于2017年，其他国家基本上很少有类似的编制，士兵都是志愿者，每年接受30天军事训练，因此更接近于美国的国民警卫队。但波兰的这支部队被置于正规军中，其定位就是轻步兵，最初仅由位于国土东北部的3个轻步兵旅组成。从地理方位上来看，其创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防范俄罗斯，而扩军之后，该支部队最终将在每个省建立一个轻步兵旅，首都所在的马佐舍夫省有2个旅。国土防卫部队起初因为轻步兵的定位被波兰国内许多反对者笑话，但随着俄乌2国的开战，这些反对者都闭嘴了。乌克兰的国土防卫部队在战争中充分证明了自身价值，用反坦克武器不断重创俄军的补给线，这无疑验证了波兰陆军的远见。
目前波兰陆军共4个师，分别为第11装甲骑兵师、第12机械化师、第16机械化师、第18机械化师。扩军后，军队人数要上涨至30万，其中正规军25万，国土防卫部队5万。同时，计划将预备役部队扩充至170万。这是什么概念呢？根据2021年数据，北约国家除了美国以外，现役军人数量最高的是土耳其的35.5万人，接下来依次为法国的20.3万人，德国18.4万人，意大利16.6万人，英国14.9万人。波兰完成扩军后，其军队规模将一举超过法、德、意、英，在北约中排第3。扩军后的波兰陆军将增加到6个机械化师，新建针对东北方向的第1步兵师，以及在波兰、维斯瓦和中部地区的第6个师。至于新购买的海量武器要如何分配，按照波兰制定计划，从美国购买的 M1A2 坦克都将优先列装第18机械化师。该师到2035年将完成全新新型坦克的列装，转变为纯正的美械师，并最终形成4旅系统结构，也就是3个机械化旅加上1个炮兵旅的编制，下辖4个坦克营、4个机械化营和4个摩托化营。而第16机械化师将成为寒械师，主要装备 K2 坦克，而新成立的第1步兵师则为混械师，装备剩余的 K2 和 M1A2 坦克。至于远程火箭炮方面，未来波兰陆军将拥有772辆现代化火箭炮，其远程火箭炮实力不仅稳居欧洲第1，就连怪物级的美国也自愧不如。目前美国陆军的远程火箭炮能用的、不能用的全部加起来总共也就588套，其中 M270A1 火箭炮有225套，海马斯有363套，而现役的装备则是464套，编为12个 M270 营与17个海马斯营。剩下的124套中，91套入库封存，33套作为后备役炮兵装备在第402、第428和第434炮兵旅。这么一对比，波兰陆军别说防备俄罗斯了，就是跟美国陆军硬刚都不虚。讲到这里，有观众朋友要问了，你这武器装备再多，不也都是买的吗？简单的堆数量就能提高实力的话，那使用万国造武器的印度陆军岂不是要天下第一了？其实我们不要小看了波兰的军工实力，之所以波兰现在新装备全靠买，更多的是历史原因。波兰从华约阵营投入到北约阵营也不过20余年，武器装备要从苏系改为北约系，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实际上，波兰自身的军工水平并不差。冷战期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许可生产特72坦克，比起苏联的原装货，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坦克质量更好，并且波兰还在特72坦克的基础上全新设计制造了 PT91 坦克。该型坦克使用了国产的新型发动机、火控系统以及复合装甲，这些改装弥补了原版特72最明显的技术缺陷，例如发动机性能低、装甲不足、射击精度差以及缺乏被动夜视瞄准系统等。波兰的这些新技术就曾提供给捷克、格鲁吉亚、印度等国的特72做升级，并且波兰在购买大批北约装备后，还计划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军工实力。波兰与韩国的军购协议中就规定了部分 K2 坦克与 K9 火炮要实现本土化生产，例如波兰国产的 AHS 自行榴弹炮正是用了 K9 火炮的底盘，这些底盘中有 80% 就是在波兰生产的。此外，波兰还计划建立美制 M1A2 坦克的维修中心、配备弹药的生产中心，以及 F-35战机的后勤维护中心等等。而让波兰咬牙下定决心打造欧洲第一陆军的国家，自然就是俄罗斯了。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向来紧张，并且两国之间还存在世仇。波兰历史上曾几次被瓜分，几乎次次都有俄罗斯的影子。不管是在历史上、文化上还是地理位置上，波兰一直被当作俄罗斯和西欧各国之间的桥头堡。虽然波兰的一系列军贸采购计划多是几年前就已提出，但俄乌战争的爆发明显让进度条加快了很多。如果乌克兰被俄罗斯吞并，那接下来有可能遭殃的就是波兰。因此波兰不但还选择加入北约，还要求美国在本土驻军，甚至部署大量核武器，从而确保自己对俄罗斯形成威慑。然而俄乌战争表明，一旦开战，真正下场的还是本国军队，打铁
还需自身硬。如果乌军没有顶住俄军开战初期的大规模攻势，北约的援助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扩军自然是波兰面对俄罗斯现实威胁的头等大事。但由于历史原因，过去的波兰一直使用的是苏系标准的武器，这与北约现行的武器标准是冲突的。因此，波兰在购买北约装备的同时，还将包括特7-2坦克在内的一系列原有苏系装备全部赠送给乌克兰。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在短时间内甩掉原本令人恼火的苏系装备，迅速转换武器装备体系，将国内装备系统与北约通用化，还能提升乌克兰的抵抗能力，让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战斗变得更加不顺畅，从而让本国在武器装备的转型和升级期间变得更为安全。但对于波兰而言，单纯只提升陆军力量是不够的。尽管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糟糕，但乌克兰和波兰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一定程度上同根同源，这也导致俄军在对乌克兰发动闪电战时，并未使用过多的战略打击手段，并且在此后的持续战争中，依旧保证了乌克兰绝大部分城市水电基础供应体系的完整性。波兰国土面积为32万平方千米，仅为乌克兰领土面积的一半，其战略纵深要远小于乌克兰。一旦俄罗斯与波兰发生战争，波兰的大型民用设施和通信系统这类关键设施将很有可能成为俄军远程火力的优先打击对象。因此，波兰不仅需要从美国购买大量坦克火箭炮，同时也需要从北约各国购买先进反导系统，来确保其关键目标的生存能力。总体而言，波兰扩充陆军对于整个北约来讲并不是一件坏事，毕竟这样能够显著提升北约东线的安全。有了波兰顶在最前线，美国和德国的负担也可以减轻。因此，波兰这史上最大的军购计划才能进展得如此顺利，各国纷纷对其订单开绿灯。最难受的恐怕就属俄罗斯了。原本计划通过入侵乌克兰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结果却发现不仅最初的目的没达到，还逼出了个针对自己而打造出来的欧洲最强陆军。不知如今的普大帝会是如何作想。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波兰这一系列扩军举措会对周边国家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